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我们今天介绍的产品有点不太一样，那就是这一台徕卡 M11。M11是徕卡目前推出的数位 M 机种最新的一台。那这个是去年底今年才推出的一台 M 相机。那如果有长期追踪我频道的人，应该记得我频道一开始的名称就叫做徕卡爹。那为什么叫徕卡爹呢？就是因为我本身也是很喜欢玩徕卡的相机哦。那大约10几年前的时候开始玩徕卡 M 的底片相机呢，就从徕卡 M3啊、M2啊、M4、M5、M6本身都有收藏，也有玩过。那再来在镜头部分也收藏的非常多哦。那后来在数位的机型呢，我第一台购买的是徕卡 M9，然后到后来的徕卡 M240。那之间呢，他们还有再出一台徕卡 M10啊，然后 M10R， 他们中间有一些不同的型号。那到现在呢，推出最新的一台就是这台徕卡 M11。那我本身当然不是什么专业的徕卡用户啦，给我自己的定位比较像是一个徕卡的爱好者。那我们就先来讲这一台徕卡 M 机型为什么这么迷人？为什么到现在这个时代呢？这一台需要手动对焦的相机还是那么的抢手？那你一开始看到这台相机的时候，你应该可以蛮清楚感觉出来，它的整体造型设计就是一台保持原有复古相机的一个设计哦。这类的设计语言其实大致上从徕卡 M3开始到现在，它有做一些小改变。那在底片机型最接近这台设计的应该就是徕卡 M6，可是我们可以看它整体设计语言，它其实没有一个太大的改变，它还是保有它原有底片相机的这种感觉。那除了设计之外呢，它其实在使用上，你如果使用过旧型徕卡的底片相机，那到现在用到这一台数位相机，你也不会有任何的不习惯的感觉，因为它基本上的操作方式都是一模一样，它是一个非常简单，让你可以回归摄影的初衷的一台相机。那我们刚刚有提到手动对焦嘛，那这是一台只能手动对焦的相机哦。那到底要怎么手动对焦呢？在这么一个观景窗，你把眼睛靠过去的时候，你可以在里面看到中间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长方形的格子。那在这个长方形的格子里面呢，你会看到有2个影像。那当你的手去移动这个相机的对焦环，然后到这2个影像重叠在一起密合的时候，就代表说它已经对焦了。那当然在现在的数位时代啦，从徕卡 M240开始，如果你习惯是用它的萤幕去对焦啊，或是接上他们的电子观景窗再去对焦的话，他们有提供这样的选择。那除了对焦要手动之外呢，它在光圈调整的部分，因为它的镜头都还是连接手动的镜头，所以它在光圈环的部分也是要手动去调整它的光圈环。那再另外需要调整的参数，就是在它的快门速度啊，还有它的 ISO 值。那这2个部分因为是数位相机嘛，所以它都有支援自动的模式。那这个在拍摄上面也方便了不少。那如果你是从旧款的，比如说 M240啊，或是 M10要升级上来的话，那使用上大致上有几个地方，我觉得进步了不少哦。那第一当然就是在它的感光元件，那这一台的感光元件是到了6000万画素，但你在拍摄的时候，里面档案选择你可以选择6000万画素、3600万画素，或者是1800万画素，那这个就看你使用的需求。另外呢，在设计上面，它底部的地方，他们这一次也移除了那个底盖的设计哦。那其实从徕卡先前 M3直到现在，它都是维持这种传统底盖的设计。那其实这样的设计是从先前旧底片的时代过来的齁。那有这样的设计是代表说，他们先前可能在外面战地记者在拍摄的时候，相机常常去摔啊、去撞的时候，不会导致它的底盖脱落。最重要是保护里面的底片啊。可但到现在的数位时代，这样的传统设计有没有必要沿袭下来呢？我个人其实觉得是还好。那我们都知道，以电子产品来讲，它能把这些机构做得越简单，代表它可以更极致的使用它内部的空间。这一次也因为这样的设计，它有一个更大的电池，然后还有加了一个 USB Type-C 的孔。那这个电池要开启的方式其实非常简单，这边有一个推钮，那这个其实跟现在的徕卡 Q 就一样，你先推一下，它的电池就会先弹出来。可是为了防止你可能误触啊，电池会飞出来，可能摔坏等等的问题，它会先卡住。那你手要再轻压一下，它的电池才会可以取出来。那另外呢，它 SD 卡的插槽也是放在这个电池孔里面，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 SD 插槽。那这一次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它内建64GB 的内存。那在我这1个星期的使用下来，因为我常常一天拍完，我就会把照片存起来。那这种使用方式呢，其实我都完全没有使用到 SD 卡。那当然，如果你今天需要拍很多照片的话，你也是有 SD 卡的选择。另外呢，这次的 USB-C 的孔呢，它可以直接帮机身充电。那也因为这个原因呢，我这一次完全也没有使用到它的电池充电器。那这一次的电池也是，我觉得它续航力也是非常久，我几乎没有用到低于40%过。那当然，第一我几乎没有什么在用这个荧幕去取景。那第一我拍的照片也没有那么多，可是我觉得这次的电池容量跟我先前几代使用起来的比较，我觉得它真的增大了不少。那这个 Type-C 接孔站除了充电之外，它现在盒装里面也内附一条 Type-C to Lightning 的线。
很有趣，它就是直接针对苹果的用户，那可能徕卡跟苹果的用户某一方面有一点重叠。那如果你再插上这个线，接上你的 iPhone 的，这种时候如果你手机 download 徕卡的 app 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在上面进行照片的传输啊，或者是直接去遥控你的相机。那当然这个方式你要使用 WiFi 用无线的方式去连接，它也是可以办得到。可用有线的方式连接，它在速度还有稳定性上面会稍微高一点。那我自己的话，其实因为我照片的量没有到那么大，所以我就直接用无线的方式来传输。那另外在里面选单的地方，其实它也是沿袭一贯徕卡的传统。你到设定画面里面可以看到，你先按制设定，它会进入到一个快捷的操作钮。那这边你就可以直接用触控的方式去调整你所需要调整的东西。那这一点我觉得算是蛮方便的。那另外呢，你再按一下这个美女钮的话，它就会进到更深层的设定画面。那这边其实说更深层，它里面也只有5页而已。然后你仔细去看它里面所能调整的地方，其实也是应该怎么讲？它不是有太多很花俏的设定去改变你照片太多的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些非常直觉，从第一眼可以看来嘛，像镜头检测的地方啊，或者曝光模式啊，它的自动 ISO 值这些要怎么去调整，档案格式啊，自动回放、降噪什么等等，它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设定。那我个人觉得，其实我在一开始拿到这台相机的时候，或者我先前拿到任何 MG 型的数位相机的时候，我一开始其实也不太会去碰这些设定啦。你基本上就是装上镜头就可以直接开始拍摄。那就算那些设定你完全不去动它，对你整体的拍摄体验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它就是一台非常简单、非常直觉性使用的一台相机。那这一次呢，它的萤幕也有支援触控，可是它触控就是只有在这个快捷选单的时候可以使用，那你在进入深层选单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使用它。那我个人觉得是还好，因为我真的也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常常进来做一些设定的调整，所以这个对我也没有任何的影响。OK，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讲讲我这一个星期使用的心得啊，还有我觉得推不推荐大家买这台相机，或者什么样的人应该去买，然后大概跟我先前使用的 MG 型来做个比较那我先前使用过的是 M9 跟 M240嘛，那我觉得它在机身上面当然就是像徕卡 M10开始，它的机身做的比较轻薄一点，那我觉得这个在上手上面手感好了非常多。那第二呢，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它的电池续航力也真的比先前都进步了不少，所以我在外面在拍摄的时候，不用常去看它剩下多少电量啊，去担心可能不够拍的问题。然后又加上现在可以直接从 USB Type-C 来充电来讲，所以我觉得一般人在使用上可能也不需要再买第2颗电池。那整体使用上，我觉得它还是沿袭了一贯徕卡 MG 型的传统啦，它有一个非常好听还有安静的快门声。那这个就像我在街拍的时候不太会去打扰别人，那相对来讲跟一般的相机有一个比较大的机械快门声来讲，我一直都很喜欢他们的快门声音。可是这一次呢，也有支援了电子快门的这个部分。这个电子快门呢，因为它本身机械快门就已经非常安静嘛，所以我本身会使用它的方式就不太是因为我怕会有声音的情况下，因为机械快门最快只有到4000分之一秒，然后电子快门有到16000分之一秒，所以呢，这种时候如果你在白天要使用大光圈的镜头，像是这颗0.95的话，它其实可以使用的情境就广了非常多，那你也不用担心在前面需要再去装一个 ND 滤镜。那另外呢，实际再出去拍照的话，那这一次有出黑机跟银机嘛？这一次的黑机跟银机呢，他们在材质上面也做了一个区隔那我们知道它先前的一个传统就是它在顶部的地方都使用黄铜的材质，所以常看到一些旧型的 MG 他们的黑机的部分，他们可能在长期使用后会有露出一些黄铜的部分，那这个也是蛮多徕卡玩家很喜欢看到的一个造型。那这一次呢，他们黑机的顶部这边使用的是铝合金的材质，那这个当然重点就是让它的重量变轻。那银色机型呢，上面还是使用黄铜，所以呢，这2台机器它在本身重量上就会有个差距。那我个人觉得，其实拿银机这样起来的话，我也不会觉得它特别重了。那你很在意这个机身的重量的话，那可能就可以选择黑机。那在实际拍摄上的体验呢，我觉得徕卡的 MG 型它的使用上的体验，基本上不管你是从底片相机用到现在，它都不会有个非常大的差距。那可是，在现在的电子时代，比如说从徕卡 M9 一直进步到现在的徕卡11。我觉得它所需要的妥协就越来越少，应该这样讲。先前 M9 我是非常常喜欢那台相机嘛，因为那台是使用 CCD 的感光元件啊，还有那个感光元件当初是徕卡跟柯达共同开发出来的。那我是对那一颗 M9 的发射非常的怀念。那后来升级到徕卡240的之后，它的发射有点改变，所以相对起来我在使用上就没有像我对 M9 那么热爱。但是呢 ，M9 本身它的感光元件画素只有1800万画素，然后我记得它的最高 ISO 值也是只有1000多而已。所以其实在很多使用的情况下，不管是在室内啊，或是光源不好的时候，其实在以现代相
相机常常有很高感光度的这些相机比较起来的话，它在使用上的限制就稍微多了一点。那后来到了 M240 啊 M10的时候，当然在这些部分都有一些进步啦。可是因为发射的部分一直没有回到像徕卡 M9那种发射，所以对我的吸引力就稍微又小了一点。那可是这一次使用的徕卡 M11呢，我一开始还觉得说，是错觉吗？为什么这次的发射看起来跟 M9那么接近？那我就把它传到电脑上啊，传到手机上，仔细去看的时候，我觉得这次的感光元件，它不仅是在发射，还有像是我先前使用 M9 拍出来那种好像能拍到空气的那种底片位。那我觉得这次在 M11 它整体调角上面，我有看到这种感觉，所以让我不仅是很享受它拍照的过程，那也很享受我在拍出来后所看到的画面。那我刚刚有讲到拍照的过程嘛，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使用徕卡 M 机型让我觉得最满意，或是让我觉得最满足的地方。因为其实在现在一般市面上的数位相机啦，都有非常快的自动对焦啊，非常高的感光度啊。那在使用那些数位相机的话，我觉得一般它使用的逻辑就有点不太一样。你一般就开自动模式嘛，然后最重要的是你抓到这个时光，抓到这个场景。那可能在其他参数的地方就不太需要去调整太多，你基本上也不用去对焦，你就按一下它就自动帮你对焦好。那所以它是把所有整个拍摄的过程都简化掉。你基本上要担心的就是你要怎么构图啊，还有按下快门这个键。那可是徕卡 M 呢，你必须要排除掉你先前不管你是用手机拍照或是用相机拍照的那种习惯，因为你在对焦的地方它就只能手动对焦嘛，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场景先看清楚，然后想想说，你要用怎么样的构图，然后光是要对焦这个部分，那可能看你使用的这个经验程度啦，你就必须要花个几秒来看这个场景才能做好对焦。然后我觉得这个整个拍摄的过程，还有加上这个联动测距的对焦方式，让我一直非常享受这个拍照的过程。所以很多时候，当然现在的手机也可以拍到很好的照片，可是你会不会想要使用它去做这样的拍摄？那以我个人来讲，我是觉得说有时候可能太容易取得的东西，你反而不太会去享受它的过程。那当然每个人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我也觉得说，如果你今天的重点是拍到一个你想要的照片来讲，那当然这些都只是工具，对你而言没有那么重要。任何的工具，相机、手机或是任何的数位相机，只要能拍到你想要拍出来的作品，它就是一个最好的工具嘛。但是这一台机器呢，会让我非常去享受这个拍摄的过程。那我会带它出去啊，然后可能就是慢慢的在外面散步，然后去找到一些我喜欢的场景。那我可能在那边等，可能等不同的光影，等不同的人事物走过去，然后慢慢的去对焦，去拍出不一样的照片。那这个真的就让我很愿意把这台相机拿出门。那我觉得这个联动测距的这个对焦方式在现在这个时代，以这个数位的机型，你还是可以以一个这么好的感光元件，配上一个这么好的镜头，用这种对焦方式去抓到这个成像。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种联动测距，两个影像对在一起去对焦的方式，然后按下快门的那一刻，就会让我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感觉。那关于这个部分，当然你可以说我可能就是本身就是徕卡粉啊，或者对这个东西我有一个信仰在后。可是我觉得其实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去徕卡商店去试用看看他们的徕卡相机，然后去体验一下这种手动对焦用联动测距，然后拍摄出来的影像，然后看到这个成像回来的感觉。然后去体验一下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一个蛮不一样的经验。我反而更珍惜的是我使用它所去拍摄、去创作的这个过程。这个部分就是让我一直对它非常热爱的原因。那最后我们也要来讲说，我到底推不推荐大家买，或者什么样的人应该购买？那就像我刚刚讲的，我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实际去店里面体验看看，去体验。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使用一个做工这么好、一个手工打造，然后一个像精品的一台相机，这种使用上面的体验的感觉，看它每一颗旋钮的这个扎实度啊，然后去听听看它快门的声音，然后使用它联动对焦测距的方式，然后去结合两个影像对焦，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或许你会体验到一种不一样的满足感。那我觉得这个一定是要你亲自上手使用它之后，你才能感觉到它的魅力。那当然，这是一台造价不菲的一台相机啦。那我当然也是很现实的来讲，这个相机加这个镜头，或者加这颗镜头，你可能就可以买一台车了。那当然，每个人经济条件不一样，是不是说一定要做这样的选择？这个就是看你自己觉得说这个东西在你人生上面的比重是多少，或者说看经济条件许不许可啦。可我觉得去店里面玩玩，去体验一下去感受一下这个徕卡的精神、徕卡的魅力，至少在这个部分是不用钱的，对不对？那再来呢，如果你是很幸运的，经济条件非常好啊，或是你就刚好有存好一笔钱，就是想要进入徕卡 M 的这个系统的话，那我个人推不推荐你买这一台？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推荐。因为其实从数位机型来讲啦 ，M9 啊、M240啊，那中间还没有出黑白啊，还有 M10、M10R。对，如果你觉得说，花那么多钱买一台只能手动对焦的相机很夸张的话，那如果再跟你讲，他们还有出一样的机型，可是只能拍黑白的照片。那这个并不是说他们在档案上面去做调整，是说他们在感光元件上面就是客制一片只能拍出黑白照片的感光元件。那或者是你今天想要做的更极致，想要回到真正以前底片的感觉后，他们也有出一台是连后面萤幕都没有的那种机型。那这个他们在每一代这个主要的可能 M11 机型出来之后呢，后面可能会有陆续这些机型出来，可是他们的造价其实都还要再更高。那我个人觉得以主观来讲，这次的 M11，我觉得使用上的体验算是一台非常完美的 M 机型，因为感光元件上面绝对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求，6000万画素，电池续航力上面也是非常的好。那在连接传输、充电部分，你也可以使用现在最新的 USB Type C， 那里面又有内建64GB， 所以我觉得整体在拍摄上面的体验来讲，算是非常的完整。所以相对下来，如果说现在在所有的机型里面去选择，但经济可以负担的话，我觉得这台 M11 可能相对先前 M10、M10R 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的选择。那在镜头的选择上面呢，我觉得当然第一你要看你喜欢的焦段是什么。那这部分我很难去帮你回答，就是说，到底是50、35啊，或28什么比较好？那有个人来讲的话，我是很喜欢50这个焦段，因为我觉得它在这个压缩感上面啊，还有在实际使用的方便度上面，我觉得它算是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啦。可是很多人还是喜欢35或28，这个就看你自己的选择。那在50里面呢，我更是非常喜欢这颗51.4的镜头，因为我觉得它在不管是重量啊、体积啊上面，还有最近对焦距离上面，算是一个非常平均、非常完整的选择。那当然，如果你要拍出那种很梦幻的这种散景的感觉，这一颗50 0.95，那这次我也是第一次体验它，这颗也是徕卡借我的。那我觉得它拍摄出来的照片真的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可是相对来讲呢，它就是一颗比较大、比较重的镜头，然后它最近对焦距离就是1公尺，那有最大的光圈，相对来讲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妥协，那这个就看你自己的选择。那另外呢，如果说你觉得去店里面体验这种手动对焦，然后你去享受你实际使用上面，可能如果你今天是要拍小孩的话，那其实还是有方法拍啦。可是如果你就觉得说这样不方便的话，你还是想要自动对焦，可是你又想要有这种徕卡相机的这种做工手感啊，或是拍出照片的这种感觉的话，那其实徕卡现在他们有出自动对焦的机型哦。那我个人觉得徕卡 Q 那一台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以它的价格10多万来讲，配上一颗28焦段，然后光圈 1.7 的镜头，应该等于算是你买镜头就送了机身给你。那在自动对焦啊，还有其他电子性能上面也是非常的好。所以呢，如果想要自动对焦又想要玩徕卡的，就蛮建议去体验看看那台徕卡 Q。好，那今天这个影片，那虽然我只有使用1个星期啦，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可能要慢慢去沉淀、慢慢去体验、慢慢去消化的一个使用的经验。那反正就像我讲的啦，我觉得这个东西的魅力，我还是建议大家实际去上手去体验看看，就可以去感觉到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到现在这个时代还是愿意花那么多钱去排队等一台只能手动对焦的相机？那或许你会跟我一样一体验完之后就对它深深的着迷也说不定。OK，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那大家关于这个徕卡有什么问题的话，都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那当然我也不是什么专家，那我也会尽可能的回答你的问题。那或是有很多徕卡使用者啊，或是更资深的玩家想要在下面来分享一下你使用徕卡的感觉的话，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咯。OK，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